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不靠流量，不靠炒作，程毅火了凭什么？程毅自打凭借《琉璃》里头雨丝凤这个角色一夜爆火之后，那热度就跟开了挂似的，一路高涨不停。后来呢，在2023年播出的《莲花楼》里，他把李莲花这个角色诠释得入木三分。去年在《深潜》中饰演的云鸿深，同样让人眼前一亮，印象深刻。他凭借自身独特的个人魅力，还有对待演艺事业那股子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态度，不光吸引了大批追剧的粉丝，更是让好多观众从最初单纯喜爱他所塑造的角色，逐渐转变为对他本人死心塌地、无比忠诚的忠实拥趸。那程毅到底有啥过人之处，能够打破在如今这人流量至上的时代里，明星们普遍面临的红得快、凉得更快的尴尬困境呢？接下来，咱们就仔仔细细、深入透彻地唠一唠这位被大家亲切称作巨抛脸演员的吸粉秘籍，瞧瞧他在荧幕之上以及日常生活当中究竟是怎样成功打造出让人难以复刻、独一无二的程毅现象的。先来讲讲在角色塑造这方面，程毅堪称是从巨抛脸成功实现了向共情天花板的华丽进阶。大家都明白，演员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让观众完全忘却其本人，全身心地沉浸在角色之中。而在这一点上，程毅绝对是为整个演艺圈树立了一个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典范。他所演绎的每一个角色，都仿佛是在进行一场极为精准、极为深入的人格分裂实验，每一个角色都被他演绎的独具特色，与之前的角色毫无雷同之处，让人完全无法将其与程毅本人以往的形象联系起来。他在演戏的时候，那可是全身心的沉浸式投入，就好像真的把自己的灵魂都毫无保留地交付给了所饰演的角色一样。就拿为了演活琉璃里那个性格极为隐忍，同时又深情款款的雨丝凤来说，据说在拍摄吐血戏的过程中，他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精心调整动作的幅度大小，甚至还专门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深入研究血液流速与角色当下情绪之间所存在的微妙关系。经过他这般细致入微、精益求精的努力，最终呈现出来的拍摄效果堪称一绝，成功塑造出了被粉丝们一致赞誉有加、凤位破碎美学天花板的经典场景，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难以忘怀。在《莲花楼》里，为了能够逼真地展现出李莲花那种病弱体虚、弱不禁风的状态，他对自己的要求达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他不仅特意精准地控制自己的呼吸节奏，就连走路时膝盖弯曲的角度，都经过了反复的揣摩、精心的计算，力求做到每一个细节都能完美契合角色的设定。他这种认真专注到近乎偏执的投入程度，让观众们不禁由衷地感叹道，感觉他真真切切的就像是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实实在在的经历并度过了这些角色的整个人生。程毅还是个不折不扣的超级细节控，他凭借着如同显微镜般细致入微的精湛表演，成功的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中突出重围，实现破圈。这一点在他的眼神戏当中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从沉香如屑里应渊帝君那种极力克制、深埋心底的深情眼神，到南风知我意里傅云深从最初的意气风发、朝气蓬勃，逐渐转变为后来的颓废沮丧、绝望无助，眼神的变化细腻入微，层次分明。程毅眼睛周围的肌肉仿佛像是被赋予了自主调节情绪的神奇能力一般，能够极为精准地通过眼神传达出角色内心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网友们甚至专门制作了详细解析程毅演技解析的视频。令人惊叹的是，仅仅这一个视频播放量就轻轻松松地超过了500万次，足见其影响力之大。
此外，他对于肢体语言的精准把握和运用也堪称一绝。在拍摄底线的时候，他认真细致地观察法官日常工作中的坐姿习惯、翻卷宗时的手势动作，甚至连法官在握法锤时，小指会不自觉地微微翘起来，这种极为细微的职业习惯都被他敏锐地捕捉到，并在表演中完美地复刻呈现出来。许多法律行业的从业者在观看了他的表演之后，纷纷表示太真实了，感觉就像是看到了现实中的法官，自己的 DNA 都跟着动了。接下来，咱们再聊聊程毅那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从笨蛋美人到人间清醒的巨大反差，简直就是圈粉无数的必杀技。如果说精湛的演技是程毅在演艺圈中披荆斩棘、一路前行的有力武器，那么他在戏外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令人忍俊不禁的反差萌，则无疑是真正能够将粉丝牢牢圈住、死心塌地追随的超级圈粉核弹。在综艺节目当中，程毅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游戏黑洞名号，他那些呆萌可爱的场面常常让人捧腹大笑。就比如说在你好星期六的泼水游戏环节中，他玩的那叫一个手忙脚乱，状况百出，整个人就仿佛变成了一个不受控制的自动浇水装置。由于他的反应总是比其他人慢半拍，因此被大家调侃为游戏黑洞，成为了节目中的一大搞笑担当。在直播的时候，他原本是在一本正经的认真研究自拍杆的使用方法，结果一个不小心，竟然误操作把美颜功能给关掉了，瞬间素颜直接对在了镜头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意外事件，竟然意外地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烈讨论。他这种毫无保留、不加任何修饰的真实模样，让观众们真切地看到了在明星耀眼光环之下，他其实就跟我们身边那些有点社恐、努力工作的普通打工人别无二致，从而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让人倍感亲切。程毅还有许多耿直坦率、令人印象深刻的语录，比如说，他曾直言不讳地表示，我觉得演员应该少说话多拍戏，还有红不红是玄学，我只管把戏演好。在当下这个娱乐圈中，不少明星都在绞尽脑汁，刻意地为自己打造各种人设，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程毅这些质朴无华、真诚坦率的话语，就如同山间清澈的泉水，又似寒冬里的一缕暖阳，给人带来一种截然不同、清新自然的感觉，让人眼前一亮，印象深刻。程毅还有一个特别难能可贵、令人称赞的地方，那就是他发自内心的真诚。他拥有一种堪称考古灵黑料的神奇体质，网友们把他早期的微博都翻了个底朝天，结果发现里面全是他坚持健身的打卡记录、认真撰写的读书笔记，以及在剧组拍摄期间吃盒饭时随手拍下的照片。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这种如同老干部一般朴实、自律的风格。有一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有人向他提问如何看待那些负面的评价和批评，他表现得特别淡定从容，平静地回答道：把批评当镜子，照见自己的不足。他与粉丝之间的互动也十分温馨感人，堪称是双向奔赴的典范。在机场遇到前来接机的粉丝人群时，他担心会造成拥堵，影响公共秩序，便会选择小跑着迅速躲开。在举办生日会的时候，他自掏腰包，精心准备了2000份定制礼物，回馈给一直支持他的粉丝们。在疫情期间，他更是亲手手写了300封感谢信，以此来表达对粉丝们的感激之情。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细节，却让他的粉丝蝈蝈们深受感动，纷纷表示他记得每个下雨天送伞的站姐名字。在职业信仰这一方面，程毅就如同在当下流量至上的时代浪潮中，毅然选择逆行的手工匠人一般，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初心和原则。如今这个行业
大家都深陷于数据内卷的漩涡之中，拼命地追求各种数据指标。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程毅却另辟蹊径，选择了一条最为笨拙，但同时也是最为踏实可靠的道路。他在拍戏的时候，那股子拼命三郎的劲头，简直就是一个不要命的戏疯子。在拍摄莲花楼的打戏时，他坚持亲自上阵，力求呈现出最真实、最精彩的打斗场面。然而，不幸的是，在拍摄过程中，威亚突然发生断裂，导致他的腰椎严重摔伤。即便遭受如此严重的伤痛，他依然咬着牙，强忍着剧痛，坚持完成了拍摄任务，其敬业精神令人钦佩不已。为了能够更加贴合英雄志李卢云那个穷困潦倒、落魄书生的形象，他对自己的饮食进行了极为严格的控制。连续28天的时间里，他每天都只吃水煮菜，几乎没有摄入任何油脂和糖分，硬是把自己瘦到了下颌线格外明显，仿佛都能割伤镜头的程度。在整个拍摄间隙，他的身边永远都会带着表演老师，随时随地向老师请教问题，寻求专业的指导和建议。甚至在化妆间里，他也会一直循环播放与角色适配的音乐，通过音乐来营造氛围，培养自己对角色的情感和理解，让自己能够时刻保持在角色的状态之中。程毅始终坚定不移地秉持着长期主义的理念，他在演绎这条充满挑战与艰辛的道路上，已经默默耕耘，砥砺前行了长达13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经历过跑龙套的艰难时光，遭受过全网黑的巨大舆论压力，也深陷过伤病带来的低谷困境。然而，无论面对怎样的挫折与磨难，他始终坚信演戏是场马拉松，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行。有一位制片人曾经透露，他在剧组从不带助理，收工后还在片场观摩老戏骨表演。他就像一位苦行僧一样，默默地在演艺之路上修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演技和实力。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他成功地实现了从一开始大家眼中只会演古偶剧的古偶专业户，到能够在正剧底线中大放异彩的华丽转身。其出色的表演还被最高法官方微博点名表扬，得到了权威的认可和赞誉。最后，程毅的走红其实并非偶然，他与当下社会情绪的变化和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如今的观众们早已看腻了那些表面浮华、空洞无物的东西，内心深处更加渴望能够出现真实可靠、有深度内涵的偶像，而程毅的出现恰好完美地契合了大家的这一期待，成为了新一代偶像的精神锚点。从他所饰演的角色所输出的价值观，就能够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在莲花楼中，李莲花所秉持的放下仇恨的江湖哲学，一经播出，便迅速引发了全网范围关于精神内耗这一热门话题的广泛讨论，让许多观众在观看电视剧的过程中，也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和内心进行反思。在底线里，周易安所说的法理之外有人情这句经典台词，更是被众多法律博主频繁引用，成为了法律行业内讨论的焦点，充分体现了该剧所传达的价值观对现实社会的积极影响。在公益方面，程毅也充分发挥了自己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带领着粉丝们一起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引领粉丝们完成了堪称教科书式追星的典范之举。在甘肃发生地震灾害时，他第一时间带头捐款130万，为灾区人民送去了温暖和希望。在他的带动下，粉丝团也迅速行动起来，在短短48小时内，自发地追加捐赠了超过20吨的物资，为灾区的救援和重建工作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在湖南乡村小学图书角计划中，粉丝们更是巧妙地用程毅所饰演角色的经典金句为每个书架命名，
让原本普通的公益活动变成了粉丝与他之间一种独特而又深刻的情感连接方式，赋予了公益活动更多的意义和价值。总的来说，诚意的出现重新定义了顶流这个词的内涵。他走红的整个过程，就仿佛是一场精心策划、别具一格的反流量实验。他没有像其他一些明星那样依靠天天购买热搜来维持热度，也没有靠制造绯闻来吸引大众的眼球，而是仅仅凭借着自己在荧幕上所塑造的一个个经典角色，以及他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纯粹的人格魅力，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最终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衷心喜爱和坚定支持，在观众的心中稳稳地占据了一席之地，树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地位。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大家注意力极度分散的时代里，诚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际行动，有力地证明了真正能够吸引粉丝、留住粉丝的秘诀，从来都不是依赖那些所谓的算法和营销手段，而是源于他那种把每一部戏都当作自己演艺生涯中的最后一部来用心演绎的无畏勇气和坚定信念，是他深知世故，却始终坚守本心，不随波逐流，不世故圆滑的那份纯粹与执着，更是他在荧幕上所塑造的角色形象与他现实生活中真实人格之间的相互成就、相互辉映。